正当我们为生不生孩子发愁的时候，三胎已经全面放开了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对于三胎生育政策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请把弹幕打在公屏上。1. 准备好了，迫不及待。2. 已经提上日程。3. 仍在犹豫。4. 完全不考虑。其实这是某媒体针对三胎政策特意做的一份网络投票，不出意料，其中80%的人选择了完全不考虑，迫不及待的人只有6%，加上已经提上日程的也只有8%。意不意外？这个结果显然对三胎政策的落地有一些挑战。今天咱们就聊聊生孩子这件事儿。在5月31日三胎政策公布之后，就直接在网络上炸开了锅，一时间民不聊生，意思是聊都不想聊，更别说生了。想想也是啊，以前生咱们的时候只能生1胎，现在咱们生的时候鼓励生3胎，好家伙，这届爸妈要养4个老人3个孩子，没准以后还要带9个孙子孙女。网友感叹，生产队的驴也不能这么造啊！就在咱们生不如死的时候，有些商家已经积极响应，造出了3胎安睡的上中下铺和3胎出行的9座车。这项目我投了。自从2016年放开2胎以来，在生孩子这件事儿上面是越来越鼓励了，但生育率却在逐年下降，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一种隐患。从近几年的出生人口数量来看，2016年之后是一年比一年少，从2016年的1786万降到了2020年的1200万，这也是自1961年以来最低的一次。另外，人口普查数据中还有一个更直观的数据，总和生育率降低至 1.3。 这个总和生育率啊，咱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每对夫妻只生 1.3 个孩子，也就意味着每代人口数比上一代下降 35%。 这在2019年公布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排名中处于倒数第10位左右。照这样下去，的确细思极恐。人口老龄化应该是最先遇到的问题。其实如果按国际通用的标准，我们已经出现了老龄化现象。根据国际标准，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%， 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%， 就意味着处于老龄化社会了。而2021年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咱们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 18%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人口负增长。目前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，像德国、意大利、波兰、西班牙、日本、韩国等等，这些地方就很缺人。而且我们看看日本的现状就知道这个问题多严重了。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在第一网社会中提到，日本人口不断减少，年轻人失去上进心和欲望，国民有钱不消费，企业有钱不投资，经济处于持续低迷的状况。所以为了生生不息，只能多生一个，生生生不息。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？原因就一个字儿，穷。你想啊，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限购吗？当然不是了，是因为我没钱啊。咱们现在养孩子跟之前咱们被养的时候可大不一样了。之前叫散养，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被我妈锁在屋里，说是别跑出去丢了就行。现在都精细化操作了，多一个孩子就相当于多了台碎钞机。之前网络上有一个关于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的粗略统计图。在这张图中，从孩子出生算起，到孩子读研或者出国留学，每年的生活费再加上学费，大概需要60万到190万不等。这可是一个孩子，没有买一送一，也没有边际成本递减，一个孩子一个坑，逃不掉的。你可能会觉得没必要这么卷吧？其实啊，谁都不想卷，但内卷的触手无处不在。就像一个培训机构的广告说的：“你来，我们培养你的孩子；你不来，我们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。”你说的多损呢？看得我都想马上交钱了。第二个原因是精力，养孩子一定是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的过程。当过父母的应该知道，孩子小的时候你就别想睡一个好觉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这一点感触太深了。每个孩子都一样，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。作为父母，痛并快乐着。长大了你以为会好一点，并没有。辅导作业才是挑战忍耐极限的时刻，而且学校也在不停地试探家长们的底线。有些作业连家长看了都要抓狂，比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如果2个孩子的话，那就是1+1大于2的压力。除非大娃到了可以照顾2娃的年纪，否则每天打架的次数可能比吃饭还多。好的时候微微一笑，打的时候哇哇乱叫，想吃想喝抢玩具，有时候你都想不到打架的理由多简单，一言不合就开干了。如果是3个孩子，那就算了，咱们还是别想了。这个谁说了都不算，数据才能反映实际情况。在推出单独2孩和全面2孩政策之后，短期对于生育率起到了明显的作用。
2013年单独二孩退出之后，2014年育龄妇女二孩生育率由 1.11% 增加到 1.34%。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之后，2017年的二孩生育率猛增到 2.43%。所以虽然一部分人不看好，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愿意生。我们不能抱有思维偏见，自己不生就觉得其他人也不想生，这就跟吃甜粽子的人理解不了吃肉粽的人一样。那哪些人愿意生呢？我觉得可能会有2类，一类是家境优越的，不用担心孩子的抚养教育等问题，多练几个号完全没有什么影响，而且还能将资源利用到最大化。另外一类是家境相对较差的。不能否认，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，孩子就是劳动力，可以改善家庭的现状。不过要说放开3胎对现状有多大改善，我个人还是持保守的意见，因为上面2类都是少数，而占比较大的中产家庭很可能是民不聊生的那一群。虽然收入不算低，但苦于内卷焦虑和生活压力，生孩子还是省省吧。有专家预估，放开3胎后的生育率可能会提升到 2.0， 我觉得有点乐观了。放开3胎只是必要非充分条件，如果想要刺激生育意愿，我觉得配套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，比如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，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等，这些都可以降低生育成本，提升生育福利。另外在教育公平分配及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上也需要推进，以便降低家庭的教育开支。当然如果有一些激励政策，效果可能会更好，比如上面咱们提到的德国，生育率最低的时候仅为 1.25， 为了刺激人口增长，德国政府也是想了不少办法，比如孩子出生后先奖励1000欧元，父母双方各享有2年产假，而且每个月可以给孩子领最高190欧元的儿童金，一直到孩子18岁。除了儿童金之外，还有家长补助金，最多每月1800欧元。通过一系列的措施，德国的生育率持续走高，最近几年一直稳定在 1.6 左右。有一说一，如果真有这等好事儿，我都有点蠢蠢欲动。相比欧洲一些发达国家，咱们在鼓励生育上的努力还只是蹒跚学步的初级阶段，具体如何借鉴，还是要以我们的文化及经济条件合理评估。另外，鼓励生育的效果不在一时一刻，也需要通过不停的试错，逐步形成体系。这过程中的代价，或许是每一次思考都难以避免的重担。最后，我还是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愿意生孩子吗？愿意生几个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清河的内容，还望爱心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清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